来了来了。来，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来，等一下，看这里。听说今天这个宴会是江家为了迎接寄养在乡下的女儿办的，排场倒是不小。什么寄养？我可听说那是江家当年被报错的真千金呢。江明月呀，就是个假货。江家就这么把假货留在家里，倒也是。江明月不仅是江城第2豪门贺家继承人贺少的未婚妻，还是江氏生物的首席研究员。这真千金好像连初中都没读完。那可不是嘛，山里长大，能认识几个字就不错。咱们这个圈子呢，利益至上，怎么会为了这个乡下土妞砍走精心培养了20多年的江明月呢？这真千金也不像传闻说的那样，长得倒是挺好看的。好看有什么用？那江明月可是个不简单的。你看那真千金一脸单纯的样子，别3天就被赶回乡下。贱人，吃什么你大，找了那么多人都没弄死。明月，别担心，你永远是妈妈的女儿。妈妈，我只是害怕妹妹不喜欢我。别瞎想，我只有你一个妹妹，那种乡下人不配进我们江家。好啦，不管怎么样，婉莹也是你妹妹，以后不许说这种话了。他们说的对，江明月确实不简单，只是他们也说错了。我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花真千金，我和江明月一样，都是贪慕虚荣的假千金。要怪就怪你挡了江家千金的路，只有死人才没有危险。婉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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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带你去医院。没用的，娇娇，答应我一件事，我求你了，替我回江家吧，替我照顾好我父母，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死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江婉莹。是我没福气，我也不会白麻烦你的。我知道你的天赋很高，你只是缺一个机会去江家，去更广阔的天空。婉言，婉言，婉言，婉言！巧巧，我亲生父母找到我了，以后我就是千金大小姐了。妈妈，妈，干什么？干什么？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个屁用啊！老老实实的就在家待着，等我给你找个好婆家还彩礼。婉言，你的福我替你想，你的仇我替你报。江婉言，你别把明月当成你的假想敌，她是最善良单纯的，跟你可不一样。善良单纯，一家子瞎子。不过我来到江家，也不是为了所谓家人的爱，我要的只是一块助我青云直上的踏板。对不起，好孩子，你受苦了，现在回来了，一切都过去了。妈妈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局面还不错，江家父母对我还有些愧疚，只是这个哥和假千金。妹妹，对不起，是我霸占了你的身份这么多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说，只要姐姐能做到，姐姐一定满足你。真的吗？
那我想让姐姐离开江家。姐姐也答应吗？就知道没安什么好心，一来就想把明月赶走。婉言，妈妈知道你觉得委屈，可你们当年被报错，明月她也是受害者，你应该体谅，不应该咄咄逼人。体谅？妈妈，你让我体谅她什么？是体谅她替我享受了19年的父爱和母爱，还是体谅她穿着华服，住着豪宅，而我在乡下过得猪狗不如？对不起。够了，江婉莹，这又不是明月主动抢的，你冲她发什么火？婉莹呀，明月她是妈妈看着长大的，这份感情啊，割舍不掉。你能理解妈妈的，对不对？好，妈妈，我知道了，我以后会和姐姐好好相处的。我不想让妈妈为难。好孩子，是妈妈不好，让你受苦了。妈妈以后啊，一定尽力补偿你。你想要什么就给妈妈说，妈妈一定满足你。妈妈，能和您还有爸爸相认，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需要。好了，这件往事就到此为止吧。今后啊，明月和婉莹的身世谁都不准再提。婉莹啊，你很懂事，爸爸很欣慰。但不管怎么说，你流浪在外19年，江家亏欠你太多。你要什么，尽管开口。那我想上大学，可以吗？作为江家的女儿，我不想给家里丢脸。有志气，爸答应你，我安排你去清北大学上学。只要你期末不挂科，爸爸就安排你进公司实习。谢谢爸，我一定会努力的。明月，在学校和公司要好好照顾妹妹。我知道了，看，果然如此。当你提出要开窗时，人们会否定；但当你扬言要拆掉屋顶，他们便乐于为你开窗了。毕竟，人总是喜欢折中的。爸，他一个初中都没读完的文盲，你安排他进公司，那不是把咱们江家的脸放在地上让人踩吗？好了，你妹妹肯上进是好事，家和万事兴。你要是再挑你妹妹的事，就去非洲分公司好好历练历练。爸，婉莹啊，舟车劳顿也累了吧？让妈妈带你去休息吧。过一会儿啊，我向所有人宣布你的身份。好，走吧。你过来。废物，不是让你们解决江婉莹吗？怎么还让她回来了？我倒是捅中了他的心脏，他不可能活。不可能！那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鬼吗？他是超人，还能死而复生。等等，或许回来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江婉莹。我们家婉莹啊，真好看，就是这脖子上好像少了点东西。王妈，去把我在拍卖会上买的那套红宝石拿过来。是，一会儿戴上肯定更好看。来，妈给你戴上。这下好了。姐姐，你快看，这是妈妈刚送我的珠宝，好看吗？妈，这不是那套有价值千万的王室珠宝吗？你就送给她了！蠢货，这就沉不住气了。姐姐是觉得我不配吗？也对，我是从乡下来的，配不上这么好的珠宝。妈妈，要不还是算了吧。婉言，你是我的女儿，是江家的千金大小姐，你值得拥有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谢谢妈妈。明月，
你刚才对妹妹说的话太过分了，快给你妹妹道歉。好一个会演戏的小贱人，我看你能装到几时？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要不我还是走吧。好了，明月，你跟婉莹啊都是我的女儿，你懂事点，别让妈妈为难，好不好？对不起，妹妹，刚才是我失态了。这套珠宝很配你，而且你也刚刚回家，我确实应该给你准备一份见面礼。走吧，去我房间的首饰柜随便挑一件你最喜欢的珠宝，就当是姐姐给你的赔罪，也是欢迎你回家。真的吗，姐姐？谢谢姐姐。当然。走吧。妹妹。姐姐，这些我真的可以随便挑吗？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随便一点甜头就能唬住。当然了，喜欢哪件随便拿。切工和净度都是顶级，古董款，价值绝对远超其他。就它了，那我要它可以吗？小贱人，这是我最贵的首饰。妹妹，不是姐姐舍不得。只是这个是妈妈送我的成人礼，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哦，婉莹啊，这个呀对明月确实不一样，咱们再看看其他的好不好？跟我玩绿茶，真好，姐姐成人礼礼物真好看。我在乡下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有这么好看的礼物了。算了，我还是不挑了。这里的每件礼物对姐姐来说都应该有特别的意义吧。明月，不过就是一件首饰，哪有妹妹重要？你送给婉莹，妈呀，改天再给你送其他的首饰。妈妈，这个不一样。听话啊。好看，不愧是我女儿。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研究这个贱人的身份。妈妈说的对，妹妹，你看你这么瘦，在乡下估计吃了不少苦吧，身体底子怕是亏空了。我觉得呀，应该请林医生给妹妹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好好调理一番，免得爸爸妈妈操心。小贱人，等我揭穿你的身份，看你怎么嚣张。妈妈，我身体很健康的，一定要体检吗？果然有猫腻。哦，那就算。哎，妈妈，万一妹妹有什么暗疾呢？还是要检查一下。明月说的对，我们就让林医生做个简单的检查，别怕，妈陪着你。妈，我去趟洗手间。哎，婉言。婉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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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给妈妈说的。妈妈，你们是不是都嫌我脏？傻孩子，你胡说什么呢？妈妈怎么会嫌你脏？妈妈，我虽然是乡下来的，但是我很健康，我没病，我不像姐姐。不像别人口中说的是下等人，带着病毒。婉莹啊，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妈妈只是担心你。妈，林医生来了，快让他给妹妹看看吧。你看她脸白的。妈妈，我很健康的，我没病。好了好了，林医生，今天先不检查了，你先回吧。妈，怎么突然不检查了？是不是有些人跟你说了什么？明月是不是在故意刁难婉言？够了，明月，我说不检查就不检查了。你没看到妹妹不舒服吗？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婉莹呀，都是妈妈的疏忽，不检查就不检查了啊！你给妈妈说，你刚才说什么乡下人带病毒这种话，是谁跟你说的？
妈妈，没有人跟我说，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好了好了，乖女儿，别哭了啊！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晚宴的时候，妈妈再来喊你啊。来，明月，你给我过来。明月，你今天的行为太让我失望了。妈妈，我真的没有。好了，明月，妈妈理解你。骤然知道自己的身世，心里担心害怕，你怕婉莹回来会抢走你的一切，所以你才故意针对她，对不对？妈妈，我真的没有说那样的话。但是明月，你不该这么做。婉莹她在外面受了19年的苦，妈妈只是想补偿她，但这并不影响你在妈妈心里的位置，更不会影响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贺家的联姻是你的，以后管理公司的人也是你，所以明月，大方一点，对婉莹好一些。毕竟啊，她是妈妈的亲生骨肉。我知道，我会跟妹妹和睦相处。但是这一切本来就该是我的呀，联姻、股份、爸爸和妈妈的爱，这一切都该是我的。都怪那个贱人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不死在外面？一个偷了别人东西19年的贼，怎么还有脸反过来骂主人无耻？你本来的人生应该在乡下长大，然后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到了年纪就被卖给家里的老光棍换彩礼的呀。你来这儿就是为了嘲讽我，你以为你能抢走我的一切？抢走？你怎么知道的？姐姐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这个表情？那姐姐要失望了，因为我就是江婉莹。那你为什么不敢提起？因为那样我就看不到姐姐你费尽心机的陷害我，然后被妈妈责怪的样子了。你看，效果不是很好吗？那我们走着瞧，我迟早有一天会把你赶出江家，是吗，姐姐？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这个楼梯口没有监控哎。怎么？你是想要假装滚下楼梯，然后说是我推的你？你大可以一试，看看爸爸妈妈会不会相信。当然不是了，姐姐，我不喜欢伤害自己。但是我很擅长伤害别人。来人呀！来人呀！姐姐摔下楼梯了！来人呀！来人呀！姐姐摔下楼梯了！明月，明月，江婉莹，你对明月做了什么？沉不住气的蠢货！哥，我好痛！明月，你告诉哥哥，刚才是不是有人推你了？没有，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来，不怪妹妹。果然是你，贱人！刚回来就容不下明月吗？哥哥，妈妈，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妈妈，我看电视上富人家里边都会装监控的，我们查监控吧，那样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贱人，还在这装？你就算准了这里没有监控的吧？哥哥，你为什么总是对我敌意这么大呢？我才刚回来，我怎么可能知道这里没有监控呢？是呀，婉莹下午才刚到家，怎么会知道这里没监控？对家里设施这么了解，只能是明月。明月，婉莹胆子小，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你不要让妈妈失望。妈，真的是他推的。
妈，偏心也要有个度啊！事实都摆在面前了。够了，江星辰，你刚指责完妹妹，现在又要指责妈妈吗？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爸爸，没什么，你先送宾客们离开吧。你推的我，你现在说没什么事？姐姐，你刚不还说不关我的事儿吗？怎么现在就改口了？好了，明月，是你自己脚滑摔下来的，是吗？爸，我是我自己摔下来的。金晨，马上送明月回房，叫医生。万言啊，你也受惊了吧？上楼整理一下，晚宴马上开始。诸位，一点小意外扫了大家的兴，晚宴继续，请移步内厅吧。即使证据确凿，江家也选择在众人面前维护江明月，看来我得再加把火了。他看到了，看到了多少？You seem to replace your brain with your heart. You take things so hard and then you fall apart. You try to explain, but before you 明昭， can start, 哎， those 你刚刚走哪去了？ crybaby 找你半天。 tears come 看了 out 出即兴表 of 演 the dark. 对，你未婚妻刚刚好像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了。什么？明月摔了？严不严重？我这就去看看。等等，帮我给你未婚妻捎句话。什么？告诉她，小打小闹没意思，打折要打妻子。行，我记住了。山雀插上羽毛，也未必能变成凤凰。就让我看看，你能不能成为我搅动这潭死水的头类。你是说，刚刚是明月自导自演？果然不是亲生的，骨子里就透着一股小家子气，上不了台面。反倒是婉莹不错，顾全大局，知道家丑不可外扬，这才是江家血脉该有的样子。明月呀，毕竟在江家19年，这感情不是说断就断的。再说了，眼下呢，贺家认准了他，联姻在即，总要顾全大局。回头啊，我再敲打敲打，让他安分些。哥哥，真的是他推的我，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难道血缘真的就那么重要？都怪那个贱人，太会演了。明月，你放心，哥哥永远相信你。明月，明月，怎么样？严不严重啊？就当是我自己摔。是不是那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弄的？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庭生，算了，本来就是我欠他的，这一切都是我该受。哎呀，明月，你就是太善良了。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啊，对了，云昭托我给你捎句话，说什么打蛇要打七寸，莫名其妙。对呀，爸爸妈妈护着他，只因为他是江家的血脉。只要我能证明他是个冒牌货，他就死定了。我们家宝贝女儿啊，真漂亮。好了，婉云，我们先下去吧。婉莹妹妹，刚才在楼梯口是姐姐的错，姐姐一时摔糊涂了，说了胡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们以后好好相处，好不好？姐姐你言重了，我怎么会怪姐姐呢？毕竟我们是一家人。是呀，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这么懂事呀，妈妈很欣慰。你的皇冠有些歪了，我帮你扶一下。
好了，这下完美了。妹妹，你和妈妈先下去吧，毕竟今天我不是主角。好，那我们先下去吧。把这个送到康华亲子鉴定中心李主任手上，告诉他，半个小时之内我要得到结果。哼，钱不是问题。是，大小姐。欢迎各位莅临。今天除了庆祝小女明月与贺家公子庭深的订婚之喜外，我江某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宣布。这位是我的小女儿江婉莹，之前因为身体弱一直养在乡下，今天正式回归江家。果然假。希望各位日后能多多关照小女。爸，你不能认他，他不是江婉，他就是个骗子。居然是个假的！真境界，这怎么回事啊？真假的！明月，别胡闹！明月，别胡闹，快下去！我没有胡闹，这是亲子鉴定，江婉莹，她就是个冒牌货。抱歉，家门不幸，让大家见笑了。今天宴会就到这里，下次江某人定会赔罪。管家，送客！各位贵宾，请随我来。这何生乱说呀！贱人，说，你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来假扮我江耀国的女儿？你有什么目的？婉言，这是不是真的？你告诉妈妈。妈，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证据确凿，就是这个贱人，处心积虑的骗了咱们全家。不是这样的，我的确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这肯定是哪里搞错了。爸爸，你不能仅凭这一张纸就认为我是假的呀！这可是最权威的亲子鉴定报告，白纸黑字写着呢，你就不是爸的女儿。可是这份鉴定是从哪儿来的？姐姐，我不记得我做过什么亲子鉴定，所以这份鉴定上我的血样，你是从哪儿来的？自然是我收集。妹妹，你也别怪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我是怕某些人鱼目混珠。姐姐，我自然是不会怪你的，但是你为什么总是怀疑我不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呢？自然是因为你让人杀死了江婉莹，死人怎么可能回来呢？但是江明月，你敢说吗？我只是素来谨慎，那姐姐大可以跟爸爸妈妈直说呀，为什么要偷偷做这样的事，而且要挑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姐姐是想办我难堪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怎么能确定这份亲子鉴定是真的呢？你血口喷人！这亲子鉴定就是真的。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从我一回来你就一直在针对我，但是你不能这样污蔑我呀！假货，你强词夺理。既然你说它是假的，那你拿出证据来。谁提出谁举证，所以应该是由姐姐来证明这份鉴定的正确性。那我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再做一次，你敢吗？可是这次我同意了，验明了自己的正身，那下回呢？我不能无休无止的去验血，来证明我就是我自己啊！你不敢就是心虚，别找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对，我看你就是不敢，假货！好了，都给我闭嘴！婉妮说的对，我江家的女儿怎么能活得如此憋屈？不过明月的话也有道理，
我江家的血脉不容混淆，所以再做最后一次鉴定。这次鉴定做完之后，如果证明江婉莹是我的亲生女儿，那从今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她的身份。如果谁再兴风作浪，别怪我翻脸不认人。爸爸，我愿意再做一次亲子鉴定，来证明我的清白。好，管家，去找林医生。是。林医生，我来吧。哎，妹妹，这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做才对，免得这中间有人动了手脚，到时候这个结果如果出现了什么偏差，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对吧？姐姐，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我的血管比较细，我只是怕林医生一时给我扎错了而已。算了，既然姐姐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林医生，你来吧。先生，大概半小时之后出结果。好，管家，跟着林医生等样品送到，等结果出来，全程陪同，不能有任何差池。是，先生。爸，真的是为了这个假货这么折腾。哥哥，你别这么说，爸爸他素来公正，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还妹妹一个清白，免得日后说我诬陷他。虽然我的言辞是犀利了些，但我真的没有针对你，妹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就这个假货事儿最多，等着看结果吧。我看你怎么翻盘，江家的一切都该是我的。先生，结果出来了。婉仪，你受委屈了。江明月，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不可能，这个结果是假的吧？明月，你太让我失望了。婉言，妈妈的好女儿，你受委屈了。没关系的，妈妈，只要能还我的清白，能让江家得到安宁，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你也别怪姐姐了，她只是太不安了，所以才想把我赶走。明月在我面前向来善良单纯，可今天这手段是误会，还是我从未看清他？哼，越来越有意思了。白纸黑字，你还有什么话说？爸，我还不介意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去诬陷他呀！明月说的对，他平常连蚂蚁都不敢踩的，这中间肯定有误会。刚刚的检测一定是假的，再测一次吧，爸。明月想的心思缜密，若真要构陷，岂会用如此漏洞百出之计？都，这次多亏爸爸妈妈公正，还了我一个清白，不然，妈妈，我害怕。明月，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不要把你妹妹逼死才甘心吗？这件事今天到此为止，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得再质疑婉宁的真实身份，否则就给我滚出江家！终究不是亲生的。明月，你最近心思浮躁，公司就先不要去了，回家好好反省吧。爸爸，我错了，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爸，明月只是一时糊涂，他对公司的贡献，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可能因为这点家事就让他不去公司，这不公平啊！庭深，你倒是说句话呀！江伯父，明月今天的所作所为确实冲动欠妥，我作为他的未婚夫，替他向你二位道歉。只是江家和贺家的工作还需要明月来对接，希望您能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好吧，看在庭深的面上，
还有你平时在公司也算尽心，公司职务就先作罢。不过江明月，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绝对不能有下次，否则别说是公司，就算是江家，你都不准再踏进一步。我说到做到。谢谢爸爸，我发誓，我以后一定会跟妹妹好好相处。散了吧。江婉玉，贱人！今日之辱，我必百倍奉还！真可惜啊，这样都没把他赶出江家。我替你报。不过没关系，来日方长，江明月，你欠下的债会一点一点讨回来。好戏才刚刚开始。齐少爷，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好巧。不巧，我在等你。等我？齐少爷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好像并不认识。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江小姐就不必跟我演戏了。今晚的戏很精彩，你的手段我很欣赏。齐少爷，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告辞。李代桃僵准备的倒挺充分。齐少爷，只是一小块人造皮而已，并不能代表什么。可是，如果你现在不放开我的话，我就要叫人了。别紧张啊，我不是来拆穿你的，我只是好奇，你是怎么弄到江婉莹的血液样本的？齐少爷，你是在晚宴上喝多酒喝糊涂了吧？要是喝多了，就早点回去休息。我是来找江小姐谈生意的，一桩对我们都有利的生意，有兴趣听吗，江小姐？啊，哦，是王巧小姐。齐少爷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王巧是我好朋友，请不要拿逝者开玩笑。哦，最好的朋友，那你这都回江家了，都打算去见一下你最好的朋友？听说这位王巧小姐还是个学霸呀，12岁就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录取通知书，听起来跟江小姐一样的聪明。不过我只是好奇啊，你说她人好端端的怎么就没了呢？或者是不是根本就没死，而是假死在做什么局？齐少爷，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还有，不要拿死人开玩笑。OK， 就当是我瞎说的，向江小姐跟那位已故的朋友道歉。那我们回归正题，我的合作，江小姐不考虑一下吗？齐少爷作为江城第一豪门的继承人，有什么合作是需要跟我这个刚认祖归宗的乡下千金谈的？你应该知道，只要江明月跟贺庭深的联姻还在，你就扳不了他。我可以帮你搞定贺庭深。搞定贺庭深，我自己就可以啊。是，你是可以，但是有我在，你不会成功。此外，我还可以帮你在这个圈子站稳脚跟。就凭你？就凭我。所以江小姐，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想要什么？拿到贺家跟江家合作的曙光医疗科技的核心资料。你跟贺庭深不是好兄弟吗？兄弟不就是用来卖的？再说了，卖给你，他好像并不吃亏。真意。彼此彼此。江小姐，这笔买卖你只赚不亏，你是个聪明，知道该怎么做吧？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童某小姐。今天呀，是婉莹第一天上学。明月，你在学校里面人缘好，多照顾照顾婉莹。放心吧，爸妈，我会照顾好妹妹的。而且哥哥是学生会的主席，已经和学校打好招呼了，不会有人欺负妹妹的。爸妈，你们就别操心了，有我跟明月在，没人敢欺负婉莹。婉莹啊，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麻烦，记得给妈妈打电话，知道吗？放心吧，妈妈，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麻烦呢？只是就算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也会制造麻烦。是啊，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旁听生江婉莹，大家欢迎一下。大家好，我叫江婉莹，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她就是你们家从乡下接回来的土妞啊，听说连初中都没读完。那她岂不是每天都在家挑粪种地呀？我们学校的课听得懂吗？难怪一进来就闻到一股屎味儿，原来是他带来的。真好笑。在家里有爸妈护着，到了学校就是我的主人，你就好好享受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好了好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妹妹有上进心是好事，我们应该多鼓励她才对啊。明月，你就是太好说话了，我可是听说了，他昨天一回来他就欺负你。没事的，我已经原谅他，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明月，这口气我替你出。表姐，他心眼多得很，你玩不过他。不就一白莲花吗？还对付不了他？放心吧。万一他回去给爸妈告状怎么办？爸妈最近对我很不满意。放心，所有事情都是我林渊看不下去才做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舅舅舅妈知道了，也不会拿我钱。好了，大家安静。江婉莹，你先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吧。婉莹，你坐我前面吧，姐姐会照顾好你的。好啊，谢谢姐姐。姐姐，这怎么回事啊？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呢？这可能是某些人不受欢迎的证明，是吗？怎么要拍照告诉妈妈？喂，高壮晶，受不了就滚回幼儿园去，什么大学？江婉言，疯了！江婉言，你疯了呀！姐姐，你没事吧？我只是想挪一下桌子，我没想到会伤到你。我伤到你哪儿了？啊，是这儿吗？我给你揉揉吧。姐姐，我在乡下干农活干惯了，手劲儿大，我没弄疼你吧？你放手！你是不是要去找妈妈告状啊？不是，就算你跟妈妈说了，她也不会相信。没关系，我原谅你。好了，来个人送江明月去医务室。下次再有这种给同学在桌子上乱涂乱画，一律按校规处置。你给我等着。好，我等着。这些知识我之前都自学过，现在捡起来不算难。走了。真好，不管过程如何，还是来到了心仪的学府。江婉言，学生会安排你这周负责打扫教学楼的公共卫生间，现在就去吧。我要等的东风来了。好，我现在就去。同学，你为什么推我呀？你们要干什么？哟，这就怕。刚刚在教室那个嚣张劲儿，在江家有人护着你，在学校，哼。
我看谁还能帮你！林同学，我可是江家的千金，你们这样对我，就不怕江家人找你们问责吗？哼，怕什么？谁不知道明月才是真正被江家看中的人？你，说不定哪天就被扫地出门了吧？我们今天就是替明月来教训，对，要替明月出口气。好好洗洗你身上的穷酸和晦气，给我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好好反省一下，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你惹不起。既然你们要做江明月的狗，那就别怪我拿你们设局。袁姐放心，已经和学生会打过招呼了，今天不会有人来这个厕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江婉莹，欺负明月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走。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豪门果然经历的风雨还是太少，一个个都跟温室的花朵一样，愚蠢又无知。所有之前连个电子设备都不搜一下，往往还把手机藏在裤团里。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吧。庭深，等一下，我手表落篮球室了，我回去找找。行，我陪你去找找。救我！救命啊！哎，云昭，你有没有听见女生的呼救声啊？救命啊！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去看看。救我！门被锁死了，里面有人吗？救救我！我现在把门踹开，离你们远一点啊！知道贺庭生为什么喜欢江明月吗？因为江明月和他的白月光林寒甫一样，他是贺家资助的贫困生，因为被校园霸凌，恰好被贺庭生救了之后，便谈起了恋爱。贺家知道后棒打鸳鸯，将他送走。记住，贺庭生喜欢单纯善良的小白花，所以明天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怎么被人欺负了都不知道说呀？但是一味的软弱只会让人看清。林寒骨子里有着不愿意输给别人的坚韧。不是的，我只是想自己解决问题，我不想每次都依靠别人。江无言，你醒醒，你醒醒！别叫了，人都晕了，先送医院吧。庭深啊，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和云昭了。婉莹这孩子刚回来，性子软，受了这么大委屈啊，也不敢跟家里说。江阿姨，我查过监控了，是林园带人把婉莹锁到厕所的。那孩子是越发没分寸了，看来得找时间跟他父母好好谈谈了。不是我不是故意撞到姐姐的，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婉言，妈妈，我不是故意烫伤姐姐的，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别怕，别怕，妈妈这次一定不会让你白受欺负的啊！别怕啊！林园是明月最要好的朋友，如果没有明月的授意，他真的敢如此明目张胆的针对江家千金吗？明月，我让你在学校里好好照顾妹妹，你就是这样照顾妹妹的。妈妈，对不起，我上午被妹妹赤手烫伤后，我就去了医务室，之后是我疏忽了，妈妈，你惩罚我吧。明月校内心善，应该是林园自作主张。
明月，这件事也不全都是你的错，你不用太自责。庭生，谢谢你愿意相信我。婉莹啊，要不妈妈给你换个学校好吗？那里的同学呀更友善一点。不用了，妈妈，我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我会努力让同学们都对我改观的。演技还挺好。阿姨，您放心，以后在学校我也会多照顾婉妮，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这些事情发生了。贱人，没想到倒是给你机会攀上庭生了。庭生，谢谢你帮我照顾妹妹。妹妹，我也会照顾好你。庭生是我的，我绝不会让你抢走。是吗？那就请姐姐多费心了。这么迫不及待的宣誓主权，可偏偏我就是要抢走你的和平石。妹妹，昨天被关在厕所里，不好受的。怎么会呢？要不是昨天被关进厕所里，庭生哥还不会来救我呢。庭生哥真的很温柔。贱人，你以为你能夺走庭生吗？怎么不会呢？说起来，我可是江家的真千金啊。贺家和江家合作的曙光生物医疗计划，正是由我全权负责。你觉得贺家会为了真千金的名头，放弃实打实的利益，是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同学们，下周就要期末考试了。提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次期末考试，我们生物系的第1名将有机会进入到贺氏的生物实验组实习。希望大家好好努力，把握住这个机会。那我们下课。走吧，上厕所。明月，这机会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贺氏未来的少奶奶。是啊，明月，你一直都是我们系稳居第1的学霸，这次第1名肯定非你莫属。我已经在实验组了，不和大家竞争了。这次你们要把握好机会。哟，这么用功呢？能看明白吗？这上面的字，他认识你，你认识他吗？喂，江婉莹，别说我欺负你了，考考你，三羧酸循环的关键限速酶是什么？这么基础的知识，我们江大小姐该不会不知道吧？林同学，你的知识层面似乎就局限在这种入门级的问题上。真让人遗憾。你什么意思啊？你一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文盲，还敢嘲笑我？林同学，动手前请先动动脑子，好好想清楚，还能不能承受欺负我的代价？就因为你，我们和江家几个亿的合作都打了水漂。林月，再有下次，我林家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你少在这儿吓唬人，是不是吓唬？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仗着自己是江家的千金吗？林同学不也是仗着自己是林家的人，就肆意在学校欺负同学吗？我更喜欢用绝对的实力，让所有不服气的人闭嘴。所以，想跟我打个赌吗？怎么样，敢吗？赌什么？就赌这次期末考试的总分。你疯了吧？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敢跟我这个全系第2比成绩？江婉言，你脑子没进水？圆圆，算了吧，妹妹没有上过学，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别和她一般见识。而且，就算赢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啊，连赌资都没有。我凭什么陪你过家家？林同学，那你想要什么赌注呢？谁总分低，谁就自己申请退学。怎么样，敢赌吗？一言为定。同学们拿到试卷后，先写自己的姓名和考号，重申考场纪律，严禁任何作弊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开除。现在考试开始。
难度不高。这次的范围有些超纲了，有几道题很偏。这次的题这么难，江婉莹怕是题目都看不懂吧？我赢定了。同学，不再检查一下吗？不用了，谢谢老师的提醒。这么早交卷，果然是破罐破摔了。蠢货，这次你输定，等着滚出清北，让爸妈对你彻底失望。虽然这次考试确实有些难，但是也不能这么糊弄。这个时间差不多该出来了吧？出来了。哟，出来的这么早，这还没开考多久呢，你就出来了？选择题全蒙完了就出来了吧？我们江家的脸全被你给丢尽了。终究是没读过几年书，比不上明月呀。婉莹呀，别听你哥胡说，你这才刚入学，一时半会儿跟不上也很正常。妈妈，我都是把题做完了才出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题一点都不难。妹妹，在自家人面前就不用说这些撑场面的话了。这次的题超纲了，很偏，就连我也不能全部做出来。这书还没读多少，牛倒是先吹起来了。你还是好好想想，万一考了倒数第一，该怎么跟爸妈交代吧？那可是为了你，给学校捐了一栋楼呢。哥哥，你别这样说妹妹，毕竟人生成功的道路又不只有一条。妹妹还可以安心的在家当一只快乐的米虫啊，反正我和哥哥也会照顾好她的，对吧？哎呀，明月，你就是太善良了。对于他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就应该骂死。明月，这次你考得怎么样？爸爸放心，这次考试虽然题很偏，但是我有把握拿下系里第一，没有问题。好，明月这么优秀，爸爸把新药项目交给你，很放心。婉莹呀，考得怎么样了？没有关系的，尽力就好了。可是我真的觉得不难。哟，还吹牛呢？江明月，再嚣张一点吧，站得越高，才能摔得越疼。出分了，出分了！公示栏贴出来了，快去看看。走吧，吹牛大王，去看看你说的不难到底考了多少分。走啦。来，看一下。快找到我了。这几名好难啊！江婉莹第一名，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江婉莹，你是不是抄了别人的试卷？不然你一个初中都没读完的文盲，怎么可能会考第一？哥哥，我是第一个交试卷的，也是考的第一名，我能抄谁的？还是说你觉得我抄了第二名的？可是我的成绩比第二名高很多呀。是啊，第一名怎么作弊啊？这分数断层第一，抄也抄不了吧？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我居然会说杜月退学，我不要退学。婉莹，这是怎么回事？这些超纲的题目，你怎么会做的？爸爸，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我一看就懂了，说不定是遗传了您和妈妈的聪明基因呢。我听说爸爸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是生物系的全系第一。我们家婉莹呀，真棒！像我这脑子一看就像我。当年我在乡下读书的时候，老师总是夸我特别聪明，但是那个时候家里没钱，我总是吃不饱饭，也没钱读书。这才是我江耀国的女儿，要是没丢，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现在的成就简直不敢想象。终究不是亲生的，天赋差得太远了。好了，过去的事啊，都过去了。婉莹，爸爸看到了你的毅力和能力，爸爸很欣慰。这样，暑假呀，你就直接去公司，就去生物科技部，从项目经理开始做起。爸爸看好你的能力。爸，他一个乡下来的。够了，总经理还轮不到你做主。凭什么？我当年进公司实习也是从最基层的助理做起，熬了多久才升上？他凭什么一来就跟我平起平坐？凭什么？爸爸，我一定会努力的，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江婉莹，你作弊！
你一定提前偷偷看了考题，不然怎么可能考得过我？这赌约不算数。够了！吹你的胆子！污蔑我江家千金！这次考题是学校和贺氏一起出的，考试前10分钟才送到学校。他去偷看谁？爸爸，您别生气，林渊同学一定是怕被退学才这样说的。可是林同学，做人要讲诚信，你这样做的话，会让别人觉得你们林家是一个不讲诚信的家族。混账东西，你还嫌不够丢人？还不快给婉莹表妹道歉！哥，圆圆还小，我以后一定会让她改，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对不起，表妹，我错了，我不应该欺负你，我不会这样了，我不要退学。林同学，表姐，你的道歉我接受，可是那天咱们打赌的时候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的，大家都看到了。如果现在你毁掉赌约，让人家怎么议论林家呀？婉莹说的对，混账，跟我去退学，走走走！我不要退学。明月，你帮帮我，你帮我跟爸妈求求情，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出气啊。林媛，是你自己非要立下赌约，我当时就说了不让你赌，你现在来求我有什么用？我跟你不熟。江明月，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知道你在背后搞什么小伎俩，针对婉莹，那和贺家的联姻对象，我就要重新考虑人选了。妹夫，做生意要讲诚信。如果你们还想守住林家的名誉，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放心，大舅子，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叶章，现在就跟我去退学，走！我不要退学，放开我！没事啊，我可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圣人，我是锱铢必报的蛇蝎，得罪了我还想全身而退，天真！我们走吧。江明月，这局还是我赢，你的骄傲，你的依仗，你偷来的一切，我都会一点点夺走，能让你一无所有。庭生哥，江婉莹，你怎么到实验室来了？我是今年学校期末考试的第1名，有机会来实验室实习1个月。爸爸也是这个意思，他想让我来实验室多学习一下，之后再进公司历练。第1名？你以前不是没上过学吗？你这么优秀啊？没有了，只是比别人努力一点而已。有目标，有韧劲，还谦虚，很不错。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大家都过来一下吧。各位，这位是江婉莹，今年清北生物系的第1名，从今天开始在我们实验室实习1个月，大家欢迎。大家好，我是新人，很多地方都需要你们多多指教，麻烦大家了。不麻烦，不麻烦。好了，大家都去忙吧。婉莹，从今天开始，你先跟着我学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问我。好，谢谢庭生哥哥。为什么我只有庭生啊？如果失去联姻，我就会被逐出江家。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逼上绝路？江婉莹，是你逼我的。喂，上次你们没成功，我不计较，这次给我做干净点。哼，杀了江婉莹，价钱翻倍。鱼儿上钩了。庭生哥，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没事，也怪我一忙起来就忘记时间了。不是的，庭生哥，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那要不你请我吃饭吧？好。喂，什么？你现在立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马上就赶过来。婉莹，明月那边出了点紧急情况，我得赶紧赶过去。可是这么晚了，你……没关系的，庭生哥，你赶快去吧，我待会儿自己打车就能回去了。好吧，我先走了。
江明月，我真是好奇，这次你会出什么招？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一定要给我一个能把你彻底赶出江家的把柄。就是他，给我追！哦，正好，看你往哪儿跑！时机到了。这么大的雨，这么晚，万一怎么还没有回来呀？这电话也接不通。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啊，别瞎操心了，人家现在本事大着呢，攀上了明月的未婚夫，跟人在外面瞎胡搞呢，哪还记得回家？真是没劲。对了，明月也没回来。明月可能是被实验室的事耽误了手脚，但婉银谁知道在哪乱搞？越说越不像话。婉，你马上给庭审打电话，问问他们在哪儿，怎么还没回来？像什么话？明月，明月你在哪儿？管住你的嘴！放心吧，江小姐，这点职业素养还是有的。明月，明月，明月！庭生，算你走运！庭生，别走，我害怕。明月，你受伤了，走，我送你去医院。什么？婉莹还没回家？我接到明月的电话，明月说她被人跟踪，我就把婉莹放在高速路入口了。什么？你把婉莹一个人丢在高速路口了？那你现在人呢？明月怎么样？明月她受了点小伤，我现在就送她去医院。伯母，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伯母，你现在立刻报警，我会动用我所有的人脉和资源，立刻去找婉莹。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她的。庭生，怎么了？婉莹失踪了，我现在先送你去医院，然后立刻去找她。江婉莹，她永远也回不来。怎么了？庭生说他接到明月的求救电话，就赶去救明月了，把婉莹一个人丢在高速路口了，现在人也联系不上，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婉莹她失踪了。那明月呢？有没有受伤？婉莹也是你的妹妹，你也应该关心关心她。谁让她自己不检点，大半夜一个人吓我，什么都指望不上你。婉婉，立刻报警，并且通知张秘书，动用江家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沿着高速路周边给我搜，立刻马上。好好。大小姐，婉莹，你在哪儿？大小姐，小姐，婉莹，你在哪儿啊？快，这里有发现！这是婉莹的包。大小姐，大小姐，婉莹，夫人，啊！看你往哪儿跑！时机到了。真当我是娇滴滴的小白花呀？局长，哇！没事吧？没事，你来的正好。我有时真挺佩服你的，江婉言，对自己都能下手这么狠。苦肉计，苦肉计，不吃点苦，怎么能叫苦肉计呢？哎，没事，走吧。啊！你干什么？怕你失血过多死了。太子爷是在心疼我。当然啊，有你这么聪明的合作伙伴，失去了我去哪儿找啊？这次一定要让那群杀手指出江明月就是收买他们的人，我这次要按死他。是的，好好审。对了，通知江家人去医院。
这到底怎么回事？婉莹怎么被伤成这样了？我今晚刚好从城郊高速路过，发现江婉莹被一群歹徒追击，就把她救下来了。就是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失血过多昏迷了。怎么会这样？哪里来的匪徒？江城谁敢对我们江家动手？还一次就伤了我2个女儿。医生刚刚已经处理过伤口了，等他醒来，你们进去看看他吧。真是事儿多，大半夜不回家，非要跑什么荒郊野岭，能不遇到危险吗？妈，你别太担心了，妹妹她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事的。贱人，可真是命大。今天多亏了你，云长，只是不知道那些匪徒怎么样，找到了没？你好像很关心这些绑匪的下场。没有，我只是随口问问。怎么办？怎么办？如果爸妈知道我买凶杀人，一定会把我赶出江家的。不会的，齐云昭不是什么多管闲事的人，我做的也必不会不知道。云长，今天的事谢谢你，都怪我一时疏忽，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不必谢我，等他醒了，你自己跟他道歉吧。云昭，这份人情我们江家记下了。江伯伯，那你们先守着，我先告辞了。嗯。喂，少爷，都审清楚了，口供都录下来了。知道了。妈，我被麻省理工录取了，我可以去米国上大学了。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个屁用啊！把我老娘现在就在家待着，等我给你找个好国家还彩礼。我跟你说，以后就不要再想什么上学的事。我跟二狗他娘已经说，下个月你就跟二狗结婚。放心吧，妈不会害你的。女孩子家读多少书不重要，嫁对人那才是最重要的。走走，现在就去二狗家。我不去，有得了你了！现在给我走，走吧，走！不要！怎么了，万言？做噩梦了吗？妈妈，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可怜的万言，是哪一个爱钱刀的，对你下手这么狠？让妈妈看看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找个医生再来给你看看？妈妈，我没事了。来，喝点水。妹妹，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不回家，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是我让大家担心了。明月，你妹妹遭受这么大的委屈，你还在这责备她，你还有没有心？对不起，对不起。贱人！庭生哥，我是不是也麻烦到你了？对不起。来，给我吧。昨天晚上那个地方太偏僻了，我一直都打不到车。我本来想着自己走回去的，结果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庭生哥，我麻烦到你了吧？万言，是我对不起你，害你说了这么严重的话。昨天晚上，明月哭着打电话给我，我想着人命关天，所以就……这次是我考虑不周。你一个女孩，也随时可能会遇到危险，怪我没有考虑到。我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丢下你了。对，就是这样。当你指责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下意识为自己辩护，而理解和宽容才是捆绑愧疚最后的绳索。本质
我要你永远记住这个，我会救你。妹妹，你说你打不到车，那你怎么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让家里来接你？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在实验室待到太晚了，手机忘记充电。我是想给家里打电话的，但是我的手机没电关机了。好了，这次怪我考虑不周，明月，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好吗？天生哥，你别怪姐姐，这次的匪徒来得莫名其妙的，谁也没有办法提前预料，对吧？难道他知道什么吗？不可能，他肯定是来炸我，我一定不能自乱阵脚。对，天有不测风云嘛，我也是受害者。天有不测风云，这件事儿，我看不像是天灾，更像是……开什么玩笑？军长，你想什么？钱、项目，将来你能给的，我都能给你。哎呀，江大小姐真是大方，只是可惜我齐云章什么都不缺。是江明月，江大小姐指示我们的，她给了我们100万，让我们去杀那个江婉莹小姐，说只要做得干净，事后还有重谢。怎么会是姐姐？江大小姐，人不可貌相啊。怎么会是姐姐呢？姐姐，你为什么要害我呀？你为什么要害我呀？我们江家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么对我女儿，你好狠毒的心啊！妈，真的不是我，这个证据是伪造的，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我怎么可能是凶手呢？哦，那江大小姐的意思是我故意伪造证据在陷害你？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伪造证据可是违法乱纪的事情。要不我们报警？至于这伤，江大小姐怕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故意上演的苦肉计。算了，我还是找警察好好调查调查。不要报警！爸，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你最清楚我的为人。这真的不是我做的，你相信我。江家把你19年，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江明月，今天江家滚出去，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哥，真不是我做的，你相信我吧。爸，就算是明月做的，他也是一时糊涂，你就原谅他。肯定是江婉莹，江婉莹这个贱货和明月的未婚夫偷偷勾搭在一起，他才一时兴起。你这个亲属不分的孽畜，婉莹才是你妹妹。庭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你最清楚我的为人，你把我给爸，求求请。滚开！江明月，原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看清你的为人，你竟然利用我的真心，算计我，还差点害死婉莹，不可救药！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江明月，这次你彻底众叛亲离了，我绝对不能被扫地出门。贺天山，是你逼我的。贺天山，江伯父，这件事一传出去，对江家和贺家来说都是丑闻。我作为明月的未婚夫，愿意一个人承担下所有后果。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给明月一次机会吧。他怎么会突然帮他说话？江伯父，这件事一传出去，对江家和贺家来说都是丑闻。我作为明月的未婚夫，愿意一个人承担下所有后果。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原谅他这一次吧。贺庭生态度骤然转换，看来是江明月拿捏出了的什么把柄，跟贺家撕破脸，损失太大。婉妮虽受了委屈，但终究没出大事。好吧，庭生，既然你为他求情，那明月的事就算了。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江明月，现在没收你公司名下所有股份，从此以后不准再踏入公司，在家安心备嫁吧。没关系，只要我是贺太太，迟早我能把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我知道了，谢谢爸。婉莹啊，爸爸这样做，你能理解吗？我能理解爸爸，我也能原谅姐姐。好，不愧是我江耀国的亲生女儿，识大体，懂进退。不过你放心，爸爸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江明月所有的股份全都转到婉莹名下。婉莹，你好好养伤。好，一切都听爸爸的。好了，今天这事就到此为止，大家都回吧，让婉莹好好养伤。走。江婉莹，这一局我才是赢家，咱们走着瞧。好啊，那我等着。齐少爷，还不走啊？我要休息了。伤心了，费尽心思以身犯险，结果还是没有把他彻底摁死，所以被挫折打倒了。伤心？是有点。我没想到他手上竟然还有让贺庭生就范的底牌。不过细想想，确实是我大意了。从回到江家开始，一切都似乎变得太顺利，夺走他的宠爱，抢走他的光芒，连他最在意的婚约都似乎变得唾手可得。哼，胜利让我有些膨胀，以为他早已是瓮中之鳖，却没想到狗急也会跳墙。我更是低估了他隐藏的底牌。不过这次失败不算什么，本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事情。但这次呢，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利益才是通往胜利的通行证。看来这次来医院不是白来，学费交值了。不过江小姐，我们的合作你还记得吗？我可不是会白白的奉献的人。你放心，答应你的事情我肯定会做到。这个世界上的路本来就不止一条，我一定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哦，看来江小姐已经有计划了。等我进到曙光医疗中心，成为他们的核心专员，那我拿到这些核心资料，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合作继续，我帮你拿到核心资料，你助我在江城豪门圈站稳脚跟。在黑暗的对面是光明，光明后面都这样了，
少去别忘，合作愉快，同宝小姐。婉莹，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怎么这么早就来实验室了？平生哥，我本来伤的就不重，在医院也是浪费时间，不如早点回实验室，希望能多学点东西。婉莹，那天明月的事，其实那件事绝对不能爆出来。贺庭深，你别忘了你在美国的事情。那你愿意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吗？好好说说，江明月到底抓住了你什么把柄？婉莹，那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以后只要你开口，只要我能做到，我都会满足你。看来犯的事不小了，不过能拿到这个承诺也不错。庭深哥，你别说了，我明白，你也有你的苦衷，我不怪你了。庭深哥，你和姐姐已经这样不合适，马上要开组会了，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要让一个男人离不开你，就是让他心疼，心里对你产生愧疚。我们之间还没完，你真以为贺庭深可以死心塌地的对你，保你余生无虞吗？容易走进了江城上流区。既然你铁了心租，这便一言抢走你的所有，让你彻底下地狱。这个蛋白表达量异常升高，肯定是诱导条件出现了问题。我建议立刻调整，培养基成分。我觉得应该是检测系统的背景干扰，应该多重复几次实验，排除仪器误差。都重复3次了，数据波动还是这么大，这个方向根本就是错的。我倒觉得是细胞代谢通道的反馈机制出了问题。可能是生物酶导致的数据变化。我们可以尝试在诱导的同时加入 YY 抑制剂，彻底的阻断这个旁路，再观察数据变化。江小姐，这里是实验室，你天马行空的想法收起来吧，我没空陪你。是啊，我们都是按照成熟的方案做的，你一个新人什么都不懂，别下指挥。实验不是自立啊，庭深哥，既然老办法行不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方法呢？不破不立嘛。不破不立，没错，婉莹说的对，不破则不立。大家立刻进行新的实验。不破不立，他一个新人懂什么？他一个新人懂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没记错的话，贺总好像是他姐姐的未婚夫。姐夫小姨未婚夫啊？你这真认？你们，庭深哥，各位作为专业的实验室人员，竟然在这儿造谣八卦，真让人可惜。有时间在这儿造谣，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优化方案。况且，贺总向来专业公正，你们这样子去造谣他，就是在质疑贺总的专业，或者说，是在掩盖你们的无能。你们是想离开这所实验室，所以才想毁掉贺氏。不敢不敢，是我们多嘴，实验我们一定配合。走吧。姐夫，实验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不辜负你的期待。贺庭深，你可一定要保持住你的愧疚之心啊，这样我才能借此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成功了，成功了！
我一共做了14实验，确定了，的确是生物酶导致的波动。这是我的实验数据，大家请看。哇，真厉害！是啊，太厉害了！江研究员，对不起，刚才我们真是不该呀。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的这个方法太厉害了。对呀，是啊是啊，真厉害！没想到还能从这个角度解决问题，佩服啊！我为我刚才的言论向你道歉，对不起，江研究员。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都是为了项目能够顺利进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都是正常的。我自立起，以后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导。好嘛好嘛，不敢其实。文怡，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曙光生物医疗的核心团队，你愿意吗？补偿来了，我的荣幸。文怡，没事吧？我没事。哦，是啊。庭生，啊，那个下班了，先走了啊。我也走了，拜拜。是。回家接孩子放学了。我也要回家接孩子。庭生哥，那我也先走了。姐姐，你们两个好好聊啊。江明月，嫉妒吗？那就大闹一场。你和庭生闹得越大，我才能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我的谋划。庭生，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试婚纱吧。不用了，你自己去吧。庭生，我是你的未婚妻，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这桩婚是怎么来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江明月，我劝你最好安分守己，不要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不属于我的东西，这一切本来就该属于我，是他江婉言抢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江明月，你真是冥顽不灵，无可救药。庭生，我们忘记那些不愉快，我们和好，好不好？你不想让我做的事情，我都不做。我们有那么久的感情，破镜难重圆。江明月，我们回不去了。以后我会对你相敬如宾，贺夫人的体面我会给你的。庭生，我这么卑微的求你，你也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爱上江婉言了。你竟然爱上了那样一个装模作样、满口谎言的女人。我们就这样一直互相纠缠，谁也别想得到爱情。你看这个，这个酶。文怡，庭生哥，这是曙光项目下一阶段的初步参数和具体架构，你看一下。哦，对了，文件不允许被带出实验室。哦。原来如此，只是贺家的技术思路有些陈旧了，如果换我来做，我能做得更好。看完了，是有一些想法，不过需要时间整理一下。好。大家听一下，成功了！按照婉仪的优化方案，第3阶段的催化效率提升了35%，
这个困扰了我们几个月的难关终于突破了，真是太厉害了，婉莹，这次多亏了有你。是啊，这是天才的想法。你们过奖了，这都是咱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呀。啊，对了，庭生哥，我在贺氏的实习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么快？婉莹，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我希望你可以正式留下来。谢谢庭生哥的认可，我也很想留下来的。不过爸爸说想让我尽快了解江家的业务，我要回江市了。拿到了核心资料，贺氏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嗯，妹妹回来了，实验室的工作都忙完了吗？妹妹，别急着走呀，姐姐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和庭生的婚期已经定了，就在下个月。恭喜姐姐。妹妹，我知道你一直在贺氏研究院，其实就是为了庭生。但是身为姐姐，我还是劝你死了这条心，因为贺少夫人的位置只会是我的，我才是最后的赢家。你笑什么？我笑姐姐你目光短浅。姐姐，我忘了告诉你，我从贺氏离职了。爸爸安排我进江氏，以后我就是江氏集团的总裁了。姐姐，你汲汲营营，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贺夫人，而我将会是江总，我们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敌人了。你怎么能觉得你赢了呢？不可能，爸爸怎么可能直接让你当总裁？当然是因为我能力卓绝了。所以姐姐，我真心的祝福你得偿所愿，牢牢的坐稳贺夫人的位置。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能抓住的东西。姐姐，你可一定得抓住贺氏这根救命稻草啊！而我会让你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晚上的，小江总还在为了事业殚精竭虑啊？等你很久了。贺氏的核心资料我已经到手了，效率不错，东西呢？全在这儿了。不过，根据他们的基础数据，我又推演出了一套全新的、更优化的技术路径，效率保守估计提高2倍。所以，齐云昭，你现在呢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拿贺氏的原始版，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套升级版，你要哪个？我嘛，自然是选择后者。齐云昭，我想知道你会怎么对付贺家？自然是让他们一无所有了。好，目标一致。我有一个要求，新药的发布必须要在江明月和贺庭生婚礼那天。我要他在美梦即将达成的那一天，亲眼看着贺家这座靠山崩塌，看着他所依靠的一切都化为泡影。我要他永无翻身之日。据我所知，
贺庭深好像没有对不起你，甚至他还喜欢你，你下得去手？可他站在了我敌人的阵营，他成为了我敌人获胜的砝码，那么他就是我的敌人。好，够狠，够精彩，成交。齐云章，你和贺庭深一向关系不错，你为什么一定要整垮贺家呢？童某小姐，知道的太多是会被灭口的。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真是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恭喜啊！江贺两家联姻真是强强联合，以后生意场上请多关照。一定一定啊！多多关照。那我们先进去了。好，前面请。请。请。恭喜恭喜恭喜！那位不才是江家的亲生女儿吗？我看她模样气质，都比江明月强，怎么最后联姻的还是江家的养女啊？听说这位真千金本事不小，在贺氏研究所做出了不少成绩呢。那能为什么？贺总对江明月一往情深呗。那江家还真是大度，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都这么好。哎，要我说呀，这血缘才是根基。辛辛苦苦培养了半天，最终啊，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图什么呀？准备好了吗？放心吧，这一定是一个让江明月和贺庭深永生难忘的婚礼。哎，真漂亮啊！真漂亮，是啊，真好看。月啊，今天你嫁进贺家，也算是得偿所愿了。江家对你仁至义尽，以后就少在兴风作浪了。爸爸，自从江婉莹回来之前，我所有的过错您都能够包容。血缘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当然。贺庭深先生，您是否愿意娶你身边的江明月小姐为妻？无论顺境逆境、富贵贫穷、健康或者疾病，您都愿意一直爱着她，忠诚于她，直到生命的尽头。贺庭深，你别忘了在美国的事。你想身败名裂了？我愿意。恭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他不会觉得自己很深情吧？装出一副身不由己、情深似海的样子给谁看？奉劝你一句，像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最容易误会。江明月，当你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开胃菜吃的差不多了，该上正餐了。天哪！贺氏股票突然大跌，现在跌停了，这怎么回事啊？快看新闻，推出了全新启明系列药剂，宣称效果完全碾压贺家赖以生存的曙光项目。什么？这绝不是巧合！贺家这是惹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要往死里整！哎，
何总，我家里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啊。我们也有家里有事，我也先走了。我走。这你们没事啊，这是。董事长不好了，说其实发布的新药，无论是在成本还是疗效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刚刚收到消息，之前签过意向合同的所有医院和代理商，现在全部都要终止合同，退货退款。什么？这不可能啊！立刻注入资金，稳住股盘。稳不住了，有一股庞大的资金正在疯狂的攻击我们的股盘，我们的股盘已经被彻底击破了，何家快要面临破产清算了。院长，你能不能跟你父亲说一说，让你们起示那个新药跟我们贺氏合作呀？你这次帮了我，我以后什么都答应你。求我啊！你不会以为我会答应吧？贺家吸干了我妈的血，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是时候该还了。你觉得我说的对吗，舅舅？齐云昭的母亲不是金海林家大小姐云痴吗？这其中有什么隐情？你们也该体会体会我跟我妈当年过的日子。院长，你……对了，江大小姐，恭喜！怎么会这样？努力了那么久，到头来还是一条空。是你干的，贱人！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吧？姐姐，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够了，这一切是你自己选的，和你有什么关系？爸，贺家破产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跟咱们江家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明月回家吧。哥哥，姐姐和贺家婚礼的事，江城人尽皆知，齐家该不会把怒火发泄到咱们江家身上吧？贱人，你就是不想看我好过，你就是不想让我回江家。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也只是为大局考虑。听说江家一向很宠爱这个妖女，也许看在她的份上，江家会出手帮忙。亲家，现在喜结连姻，也是同气连枝啊！这次你帮我们贺家渡过难关，我将来一定会对明月好的。贺家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了，江家肯定沾上。至于江明月，本就不是我江家的血脉，忘恩负义还自私歹毒。贺董慎言，明月只不过是养女，之前还多次陷害我亲生女儿，心肠歹毒。今天过后，江家与他与贺家再无关联，告辞。亲家，你看看，哎呀，爸，不管怎么说，明月也是您疼了19年的女儿啊，我们不能不管她。蠢货，要拿着整个江家一起陪葬吗？再不走，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姐姐，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呢，落子无悔。你彻底输了。贺庭山先生，我们接到举报，贺氏集团涉嫌多项经济犯罪，将依法对贺家旗下所有产业进行查封和冻结，请你们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只是跟贺庭生订婚，我不是他们家的人。哎，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够狠心的。走吧。儿子，儿子，儿子！人，这里是高档别墅区，闲杂人等不得入内。瞎了你的狗眼，敢拦我！我可是江家大小姐。江家大小姐，狗屁！
江家已经派人通知了，江家就只有一个大小姐，就是江婉银小姐。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滚！哪里来的穷鬼疯婆子，穿着这身破烂就敢往里闯，还敢攀亲戚？江家是你攀得起的吗？赶紧滚！江婉银是不是在这儿住的？滚滚滚！江小姐是江城顶级豪门的千金，哪是你们这些下等人可以见的？真是，我懒得跟你说。哎呀，大人了！这有钱人家的保安了不起呀、快炸死人了！有没有人管？不要无理取闹了，再这样我可就报警了。报警！你去报呀！就算是报警，那也是我有理。这江婉莹跟我女儿王巧那是好朋友，我女儿跟他出去玩了一趟，就被大水冲走了。是他江婉莹害死了我女儿，我不要她偿命，赔点钱总行吧？啊！你有证据吗？我看你连江小姐什么样都没见过。哦，我懂了，就是故意来碰瓷的。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个就是我女儿王巧，这个就是江婉银，看着了吗你？你说谁是你的女儿王巧？这个还是我女儿。连老天爷都在帮我。江婉银，王巧，你死定了！和我做笔交易吧，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好。婉莹啊，这段时间你在公司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有我当年的风范。都是爸爸教的好。对，都是爸爸教的好。集团里啊，那帮老家伙提起你都不得不竖大拇指，佩服得很。这次啊，贺家一夕之间倒闭，我们江家也断尾求生。唉，爸爸老了，集团终究要交到你们年轻人手里。爸爸，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呢，集团还等着您掌舵呢。好，谦逊有礼，沉得住气。放心，我这把老骨头啊，还能再撑几年。不过，你也应该学着管理公司了。经过董事会讨论和我慎重决定，下个月起，你就正式加入江氏集团董事会，担任执行董事，并且我在这里正式宣布，江婉银是我江耀国唯一继承人，江氏集团未来的掌舵人。爸，你什么意思？那我呢？我才是江氏的儿子，他一个刚回来没多久的丫头片子，凭什么越过我去当继承人？你闭嘴！除了会惹是生非，你还会干什么？让你进公司，不是把我们江家往火坑里推啊！坐下。婉银，签字吧，签了它，你就是江家未来的继承人。谢谢爸爸，我一定会努力的，不会辜负您的期待。快签吧。还不能签，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江家的真千金江婉银，而是偷走江婉银人生的小偷王巧。王巧，你现在锦衣玉食的，怎么不告诉你亲生妈妈一声？哎呀，我闺女啊，妈以为你被大水给冲走了，你没死，怎么也不告诉妈一声？妈这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跟妈回家吧。啊，
这里是婉莹的家，你不能赖在这里啊！走走走，哪里来的疯癫老妇？这是我女儿江婉言，不是什么你可以随意攀扯的人。管家，把江明月和这个疯虎扔出去。爸爸，不如听我说两句。对啊，爸，明月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人，要不听他把话讲完。她根本不是江婉言，而是王巧。照片上的另外这个女孩才是真正的江婉言，但这个江婉言已经被这个恶毒的女人给害死了。姐姐，我知道你在婚礼上受了很大的刺激，但是你也不能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就又故技重施，污蔑我不是江家的女儿啊！妈妈，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女人。哎呀，老天哪！女儿不认亲妈了，这还有没有天理呀？哎，江婉言，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是吧？爸妈，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江明月，你之前就已经质疑过婉仪的身世，并且我们也已经做过了亲子鉴定。现在你已经跟我们江家断绝了关系，我们江家不欢迎你。爸爸，之前那些鉴定他肯定做了手脚，你们就再测一次。爸妈，明月说的有道理，我跟这个江婉言一直亲不起来，完全没有血缘感应，他肯定是个假货。给我闭嘴，混账东西，整天正事不干。这个家里啊，你跟江明月最亲，要不你跟他一起滚出江家，当没生过你这儿子。爸爸，既然姐姐这么言之凿凿，肯定我就是假的，那就让姐姐拿出一点实质性的证据来。如果到时候爸爸妈妈还是怀疑我，那我愿意再做一次亲子鉴定。这张照片还说明不了问题吗？这位阿姨，这张照片的确是我和王巧的合照。王巧意外死亡，我也很痛心，但是这不能成为你污蔑我的理由啊！爸爸，既然这个阿姨坚持说我就是她的女儿，她又说一路从乡下过来找我，那么她身上一定有我和家人的合照才对。你拿出来呀！刘琴，你当年说我一个女孩照照片就是浪费，连全家福都不愿意带上你怎么可能拿得出证据？好你个白眼狼！如今你翅膀也是硬了，自己一个人在城里头享福，就不认亲妈了。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像是做母亲的模样吗？要不把他们赶出去吧。我只是受够了江明月一次又一次的欺负婉言，因为婉言已经受尽了委屈。管家，立刻叫保安，把这两个人给我扔出去！快点证明他的身份，不然那些钱你一分也别想拿到。对，我女儿王巧的小腿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你们家婉言没有吧？现在只要她把裤腿掀起来，你们自然就会知道她到底是谁的女儿。你要是有本事，就把裤腿掀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呀！你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女儿给你掀裤腿？江婉言，你是不是不敢承认？如果你是江家的人，那就把你的裤腿掀起来，证明给我们看。姐姐，是不是只要我这次证明了，你以后就不会再拿我的身份针对我了？是，我发誓，只要你做了，我再针对你，我就不得好死。好，希望姐姐说话算话。
医生，请把我腿上的斑去除掉。这怎么可能？回到江家的那一刻，我就只会是江婉言，没有任何人能揭穿我的身份。不可能！你肯定是提前把他给点掉了。姐姐，我已经证明过很多次我的身份了，为什么你非要揪着我不放？够了！保安，把这2个贱人给我拉出去！我抢！走！爸，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你已经跟我们江家断绝了关系，滚！爸，我知道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有办法跟贺家彻底割席，并且让齐家不会报复我们江家。这个 U 盘里面有贺廷生肇事逃逸的全部证据，只要把他公之于众，那么贺家就绝无翻身的可能，然后齐家也会看出我们江家的诚意。只要你答应我不赶我走，我就把它给你。爸爸，既然姐姐知道错了，那为了江家的未来，就原谅她这一回吧。如今还不是完全清算的好时机，江明月，之前的一切都只能算是利息，你欠婉莹的债，我会让你慢慢偿还。哎呀，还是婉莹懂事啊！明月啊，你要多向婉莹学习，以后不能再胡闹了。谢谢爸爸，我自然明白您的用心良苦。江婉莹，只要我还能留在江家，我迟早能拿出切实的证据，让你没有狡辩的机会。美女，大晚上一个人多无聊啊！走，哥带你兜风去。你怎么进来的？当然是翻墙了。你现在进来干什么？来找你谈心啊。真难得，太子爷找我谈心。为什么？明明赢了却不开心？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每天都在演别人，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勾心斗角。其实这样挺没意思的。江婉莹，你嘴里真是没一句实话呀。你是想那位已故的朋友了吧？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是我们村里最好的一个人。可惜，好人不长命，能活下来的，都是我和江明月这样的人。你不想成为别人，我可以帮你。我是一个讲信用的商人，我说过，会让你在江城豪门的圈子里站稳脚跟。只要你答应我，跟我联姻，我们这个圈子讲究利益至上。只要你成为齐家的少夫人，你想做谁就做谁，没有人敢说你半句。齐少爷牺牲这么大，难不成是爱上我了？因为江婉莹，你很聪明。江城这个圈子里无聊太久了，我不想看你消沉，看你挫败。所以江小姐，你的答案是什么？不必了。不过，我有一桩合作，想跟齐少爷谈谈，有兴趣听听吗？不愿意跟我联姻，又想借我的事跟我谈合作，你不觉得这样很矛盾吗？那不一样，抛过来的是橄榄枝还是枷锁，
我分得清楚。我知道，嫁给一个很厉害的男人，同时会拥有很多东西，但这也意味着一件事，就是我的一生都不能跟你唱反调。把一生都依附于别人，是一件特别可悲的事情。江明月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合作就不一样了。合作的话，我们是盟友，是各取所需，是权衡利弊，不用一方臣服。不得不说，你说的很有道理。那么说说，怎么合作？骑士出资帮我建一座实验室，实验室的成果3年内仅供骑士使用，怎么样？划算吧？确实，不过作为合作伙伴，我应该有权利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吧？明明江氏马上要成为你的囊中之物了，不是吗？不是的，谎言就是谎言，即使没有被拆穿，那也是谎言。依靠谎言得到的东西，我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不想依附于任何人，不管是你还是江家，不会背叛我的，只有我自己。我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势力，我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你知道为什么从你一进到江家我就注意到你，要跟你谈合作吗？因为你很像一个人。这话贺庭深也说过，齐少爷也有白月光啊。你很像我，我们有相同的经历，一样的野心。齐少爷，你别开玩笑了，我曾经差点被饿死，被人当成货物一样，随意的评头论足，被人埋在土里，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这些，齐少爷见都没见过吧？这些经历，我都经历过。你说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江婉仪，我们是一样的人。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的搬到贺家吗？因为我的亲生母亲根本就不是金北云氏的云家大小姐云芝，而是江城贺家贺昭的亲生妹妹贺银霜，也是曙光项目最初的实验员。我的母亲贺银霜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她最先提出了曙光项目，拯救了无数陷于病痛的人，也将贺家推上了江城第2豪门的位置。只是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她的哥哥嫉妒她的才华，怕她抢走继承权，于是下药将她送给了一个位高权重的人。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齐家家主祁连。之后，贺昭找来记者，污蔑我的母亲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让她名声扫地。快拍，快拍，快！大新闻就这个。我的母亲就此被赶出贺家。离开贺家后，她坚持进行科研，为此申请了去国外留学。但不幸的是，她怀孕了，一个孽种。但我的母亲犹豫很久，还是决定生下我，并一个人将我带大。只不过因为贫穷、疾病、劳累，
他在我6岁那年就撒手人寰了。之后，我被送到了福利院。之后，齐家的少夫人云芝因为意外无法生育，但是齐家又不能没有继承人，便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齐家，改名为齐云昭。齐云昭，你不会是不想跟我合作，然后故意跟我说这些，觉得我又知道的太多了，然后把我灭口吧？不得不说啊，江小姐，你倒是挺有讲冷笑话的天分。唉，我是齐家的私生子，这件事江城人尽皆知。不过在我扳倒祁连那个老家伙之后，就没人敢说什么了。这就是权力啊！你既然知道权力的用处，居然还敢拒绝跟我的联姻，江小姐，这是前面有一条康庄大路你不走，非要选择一条最难的路。但我这个人呢，从来都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与其嫁给豪门，不如成为豪门。所以，我刚刚提出的合作，太子爷考虑的怎么样？我很欣赏江小姐的合作，不过在商言商，3年的合作期限不够，我要5年的独家合作权限。可以，不过骑士不能垄断，不能抬价，这些药我要人人都用得起。合作愉快，江老板。合作愉快，齐总。有些人真是大牌面，吃个饭，一家人等1个人。婉莹这些天为了实验室的事情，忙得脚都不沾地。你整天游手好闲，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吃你的饭。婉言，来妈妈身边坐。快吃。爸爸，既然妹妹工作这么忙，要不然让我回公司帮她分担分担。江家最看重的就是利益，只有在江氏拿下话语权，才能在江家站稳脚跟，之后再想办法彻底赶走江文。爸爸，毕竟我之前是江氏的首席研究员，比起妹妹，还是我更了解目前江家的实验进程啊。不够，这些还不够，我必须继续加码，让爸爸允许我回公司。爸爸，再过2天就是国际生物制药峰会了，只要让我进公司，我有信心在峰会之前研制出比曙光计划药效更强的新药，让江氏一鸣惊人。婉莹，你怎么看？爸爸，如果姐姐说的是真的话，那我自然是同意她进公司了。不过，明月真的有这样的实力吗？爸爸，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发誓，如果我这次做不出来，我这辈子就再也不踏足江氏。爸爸，既然姐姐这么有志气的话，那不妨就给她一次机会，一切都是为了江氏嘛。既然婉莹已经说了，江明月，我希望你说到做到。谢谢爸爸。是吧？爸爸，我今天约了合作商谈合作，我先走了。从今天开始，启明生物研究所正式起航，愿与诸君共勉。这是属于我的实验室，
是我真正的退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药效还是提高不了？这次的药效比曙光计划提高了35%，继续研究，还会有机会继续提高。小江总，您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您才是真正的天纵奇才。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这组实验数据很重要，拿去归档吧。哦，对了，这些数据特别重要，千万不能泄露。是。鱼饵我已经抛了，就等鱼儿咬钩了。你没事吧，江研究员？我没事。你的手好像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不行，我得把这些文件归档。那我帮你把文件送到档案室。不行不行，这个小江总特意嘱咐过，这些文件十分重要，一定不能离开我的视线。我是江婉莹的姐姐，你还信不过我吗？这个就交给我吧。而且我们研究员的手最重要了，万一留下什么永久性损伤，那可就不好了。走吧。好，那就麻烦你了，江研究员。江婉言啊，江婉言，居然能想出来这么好的研究思路。哼，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是我的。听说婉莹和明月都提交了研究成果，怎么样？有没有信心？爸爸放心，我一定让江家成为这次峰会的焦点。我之前不知道妹妹也提交了研究成果，妹妹的准备怎么样？放心吧，姐姐，我准备的很充分。那就好。走。江婉言，好好享受你最后的风光，今天我就会把你彻底踩进泥里。哼！哦，江家的人来了。听说江家这次可是提交了2个项目，难不成这江家和贺家切割之后真能一飞冲天？还要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呀。这个江家的真千金江婉言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她真的有能力独立负责一个项目吗？我看是江家为亲生女儿造势呢。不过话说啊，前面还空出来2个位置，是给谁准备的？在江城还有谁能和江家平起平坐？据我了解，那个位置是之前骑士利亚赫氏的曙光项目的总领人呢。听说啊，是个科学怪咖。尊敬的各位业界同仁、媒体朋友们，欢迎来到本届全球生物制药峰会现场。现在我宣布，峰会正式开始。接下来有请江氏集团生物制药人上台，为我们宣讲他们最新带来的制药成果。妹妹，就让我先上去吧，就当是抛砖引玉，让你压轴出场。行。癌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治之症，而我这次的研究正是利用生物制药技术研制出来的特效药。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实验的部分数据。没想到这江明月在科研上竟有如此的造诣。不过江家和贺家切割后元气大伤，我还以为江家就此沉寂了呢。看来江家要翻身了。
综上所述，我们这次的特效药在临床试验中对癌症的治愈率达到50%，这对全球数百万的癌症患者将是带来重生的希望。这简直是造福全人类！感谢江明月女士带来振奋人心的成果。接下来有请江氏科技的另一位代表江婉莹女士上台。请江婉莹女士上台。人呢？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不然之前的结果都是造势吧？婉莹人呢？刚明月演讲完，他就跑出去了。我看他是没有什么成果，真是辜负了您对他的期望。选择临阵脱逃了，哼，江婉莹，你完了！江婉莹女士，如果您再不上台的话，将会视为弃权，同时终身禁止参加全球生物制药峰会。谁说我要弃权了？蠢货，选了这条路，你就等着身败名裂了。对呀，这不是一样吗？怎么回事啊？这是这个图怎么一模一样？不可能是巧合。这核心切入点几乎一致，书籍趋势高度相似，这资料怎么和江大小姐的那么像？难道有人抄袭？这江家二小姐听说从乡下接回来，没上过几天学，我看她就是为了出名抄袭江大小姐。江婉莹小姐，请你解释一下，此数据是否抄袭江明月小姐的？江先生。江明月与江婉莹素来不和，如今如此明目张胆的抄袭，是不是因为你们江家偏心亲生女儿，压榨养女？江先生，请简单说一说吧。不管真相如何，火已经烧到江家了，我绝对不能让江婉莹连累江家的名声。诸位，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行为，我们江氏一向是一视同仁，绝不存在压榨养女的行为。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会罢免江婉莹的所有职务。这就急着要跟我撇清关系，哼，果然是利益至上的豪门犬。那这件事情看来就是他自作主张，为了出名不择手段。这个女人的心思真是歹毒，抄袭狗不配站在这样的舞台上，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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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婉莹啊，江婉莹，你彻底完蛋了！大家稍安勿躁。关于我是否抄袭的指控，我无需多言，事实胜于雄辩。请大家看完我这局展示，相信诸位心中自有定夺。这到底是谁给出去？到底是他写的呀？是啊，这怎么回事？人总是容易注意到身体上的病痛，但常常忽略精神上的病痛。据我研究，在当代社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长期忍受着精神病痛的折磨。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相信大家也看到，我的初始数据和江明月小姐的初始数据的确有相似之处，但是后面的研究方向却截然不同，相信大家心中自有定夺。江小姐，您的演讲十分精彩，但即使不同，您的前期基础序列与江明月小姐的高度重合，难道您借鉴她的吗？这位记者，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两个序列相似，确实有一个人借鉴了，但那个人不是我，而是江明月。抄袭啊！别抄袭！这胡说八道！我可是清北大学的高材生，科研能力有目共睹。我需要借鉴你一个初中学历人的研究吗？
看来你忘了，去年清北大学生物系的期末考试中，我以断层的分数考了全系第1，而你是第2。那次不过是爸爸叮嘱，怕你刚回来自卑，我故意让你罢了。你真以为你一个乡下人能考过我不成？各位，此次我并不是以江家2小姐的身份来参加这次峰会的，我是以骑士资助的启明研究室负责人来参加的本次峰会，同时我也是骑士此前力压曙光项目的启明项目总负责人，这些都是我们启明的研究数据，而它的完成日期正是此次峰会的2个月前。所以，江明月小姐，该解释的人不是我，而是你。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研究数据会和我们启明生物制药的数据如此相似？如果江2小姐是骑士启明项目的负责人，那她完全不可能抄袭啊！这江明月太无耻了，偷了别人的东西还敢倒打一耙！幸好江婉莹小姐临危不惧，拿出证据，揭穿了江明月的真面目。天才就是天才，心胸和才华都不是常人能比的。江明月，没想到你居然是如此卑鄙之人！你不但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你还诬陷江家，从此以后跟你再无瓜葛。婉莹啊，爸爸也是被他蒙蔽的，刚才那些话，求我照顾好我父。爸爸，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而且我记得从我回来，您对我的所有关爱，所以我怎么会怪你呢？果然是爸爸的好女儿，这就是天才的气度啊！贱人，你是故意的，你故意让我看数据，你一直在算计我。姐姐，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既然选择了剽窃，怎么能把错都怪在我的身上呢？你就这么确定江明月会故意盗取暴露的研究数据？他会的，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人入穷途，只能背水一战，他没得选。那如果他的道德底线比你预估的高，宁可被赶出江家，也不愿意抄袭。江家已经把贺庭深肇事逃逸的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不少舆论。江明月是喜欢贺庭深的，但他为了自己，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掉贺庭深，这就说明他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一定会用那串数字。这是我为你量身制定的一场局，必败无疑。江明月，你输了。江明月小姐，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抄袭自己妹妹呢？江明月小姐，江家养育您这么多年，您为何如此恩将仇报？江明月小姐，您此前的研究成果究竟是您自己的，还是您抄袭的？江明月小姐，对于此次江家将你逐出大门，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自己的行为会感到后悔吗？不是，我没有抄袭。请大人，江明月小姐，不准去找他，否则我把你一起赶出江家。爸，坐下。哎呀，江婉言小姐，您今日展现的才华与风骨令人敬佩，不知您后续有什么合作计划，或者有什么意向的合作伙伴吗？江女士，我们新生生物诚意十足，愿与启明公司达成深度合作。我们冉某愿意提供最顶尖的设备和财力支持。谢谢大家的厚爱，但是我已经有合作伙伴了。诸位，骑士将是启明唯一且最坚定的合作伙伴。在未来的5年内，启明的所有研究成果皆由骑士独家授权。我相信，在我们的合作下，启明的光芒将会照亮每个更加广阔的领域。看来婉莹还是因为江明月的事对江家生出了芥蒂，不然也不会不向家里求助，而找上齐云昭。罢了罢了，我终究是老了，江家也该交到他手上。我还没有说，我还有家。
夏至，江家一定不会就这样放弃我的。我还不能死，我可是江家大小姐，我还没继承江氏。江明月，是你毁了我的人生，我要拉你和我一起下地狱！今日下午，在我市会展中心附近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江姓女子当场死亡。肇事司机贺某事发后已经自杀。据初步调查，贺某系前贺氏集团继承人，疑因家族破产心生怨恨而蓄意报复。爸爸，让他去吧，死者为大。婉莹，下周你去公司接替爸爸所有的职务吧。爸爸年纪大了，也该退休了。爸爸，您不问我为什么跟齐云昭达成合作吗？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很正常。反正总归你是江家的女儿，不会损害江家的利益，不是吗？是的，爸爸，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江婉言，我也一定会带江家走向新的高度。江董，燃梦集团提出想要购买江氏圆梦项目的使用权1年，报价多少？约燃梦的陈总来公司面谈，报价应该还有上涨的空间。江董，今天下午还有一场财经周刊的专访。推了，下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江董，还得感谢您这些年来的投资，才能让这些孩子们有一个读书的机会。校长，您客气了。我只是希望能帮助更多像我一样被困在深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努力读书，翻出大山，将会有一片全新的世界。哦，对了，今年我的个人基金投入将会增加1倍，只要是能入学的学生，除了学杂费、书本费，连同生活费，全部免除。好，你先去忙吧，我想一个人走走，去看一个朋友。好。婉言，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你的父母，替你报仇。我来看你了，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父母现在一切安好，你可以放心了。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江婉仪，你不必把自己困在那场大雨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我们都会为你骄傲。今后我想给你撑伞，不知道江小姐可否愿意？齐云昭，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困住我，我的脚步也不会为了任何人而停留，我只会一直向前看。我知道，可是我愿意跟你并肩同行，毕竟我们可是同盟。齐云昭，那我有一桩新的合作要跟你谈，报酬包你满意。好。在商言商的齐少也不问问是什么合作。攻守一行了，现在不是在商言商，而是你愿意给的，我都想要；你想要的，我都愿意付出。
Can you see my heart?